2月14号是《咒术回战：幻影夜行》国际版上市的第100天，而这个游戏早在国际版之前就有推出日方版本，两者进度差距约为1年。这次玩家遇到的问题是，当初在日服开服100天时，有举办开服100天的庆祝活动，活动的前后总共赠送了玩家6000的免费回珠与不少的培养资源。但是国际服直到今天却完全没有相关的消息。而作为一个开服游玩至今，出了数十部攻略影片，对游戏有一定理解与热情的玩家，我认为应该要把国际服官方一直以来的种种作为与背后的影响传达给玩家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服在开服100日时举办了什么样的活动。2024年2月28日，日服即将迎来开服的第100天。日方在26号首先公布了第一弹的活动，也就是从2月29号开始，每天登入都能额外获得100回珠，持续30天，共计3000回珠。紧接着在27号公布了第二弹活动，预告赠送3种游戏内的培养资源。最后在28号当天公布了第三弹活动，所有玩家只要在29号登入，就能直接获得3000回珠。以上的3弹活动，国际服官方对此只字未提。于是感到疑惑的网友就在官方的 DC 提出疑问，询问100日的纪念活动去哪了。对此，官方的回复是：看看我们提供了多少免费奖励。那么，是否真如官方所说，提供了大量的免费奖励，足以弥补这100日活动的奖励呢？我的结论是，确实提供了大量额外的免费奖励，但完全无法跟100日活动相提并论。而这就要提到国际服最为人诟病，也是我认为最让人愤怒的地方，也就是肆意调换卡池顺序。举个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日服在2024年1月11日时推出了幻虎杖这只角色，后面陆续更新了2只常驻角色的 UP 池，再来是叶五条，再来是尹家茂，最后是尹西宫。从第一支的幻虎杖到最后的尹西宫，日服跨足了整整1个月才全部推出。其中幻虎杖、尹西宫、叶五条都是非常强力的角色，跟尹家茂还有2只常驻角色可以说是云泥之别。说到这里，聪明的玩家应该已经看懂了。没错，国际服在12月3号首先推出了尹西宫与幻虎杖，紧接着在3天后的12月6号又推出了叶五条。你可能会觉得日服那边也才多出1个月，根本不够让你把所有角色都抽到。国际服这么做其实也跟日服差不多，抽不到的就是抽不到啊。是的，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直到看到100日活动消失时，官方的回复，我才恍然大悟这么做的意义。在这3个角色的卡池推出后，12月12日官方发布了年末狂欢全球版特别好礼，内容大方的赠送了持续20天的每日1抽，以及分布在后续5个卡池的转蛋券50抽，其中持续20天的每日1抽日服也有，就不多赘述。而后续的50抽，这是国际服特有，仅属国际服玩家的福利。那么这50抽究竟能抽到哪些角色呢？没错，就是刚刚提到的，对玩家完全没有吸引力，抽到也不会浪费资源去练的尹家茂以及各种常驻角。配合官方的回复，我才意识到国际服为何要特地打乱日服原有的卡池顺序，把强的角色跟弱的角色先后连续推出，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所谓大量的免费内容不要落在强的角色卡池里，而是让这些免费的抽数尽数落在即使你抽到也无所谓，或是你根本就不会想要抽的卡池中。那你可能会说，国际服官方不可能会那么精，这只是巧合罢了。在这边提出我认为不是巧合的2个理由：一，在开服时期的各种广告中，能够看到官方制作的强度排行，内容与实际体验大致相符，说明官方也知道角色之间的强度高低，并且在网上随便一搜，也能看到攻略网站对各个角色的强度排行。2，即使你不知道强度，根据过去日服的营收状况，也能很直观的了解到哪些角色是玩家愿意付费去抽，而哪些角色会被跳过。日服过去的营收状况，就连玩家都能轻松查到，更不用说是游戏的运营方。而在今年的2月1号，国际服官方又非常好心的推出了春日庆典全球版好礼，可想而知，送的免费抽都是分布给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而如果国际服在应有的活动都有的前提下，又额外的增加了这些全球版特别好礼，尽管赠送卡池内的角色完全派不上用场，那我也会说国际服还不错。但是今天你为了追上日服的进度，把游戏的节奏加速了1倍以上的同时，还略过了许多玩家能够获得免费抽卡资源的活动。这些活动根据外网玩家的粗略估计，至少就有2万以上的回珠，更甚至你还用调换卡池顺序的手法，
把原本日服强弱交杂的卡池进行分类，先把具有强力角色的卡池推出后，再推出一系列无用的卡池，同时把所谓国际服独有的免费转蛋券分布在这些无用的卡池上，还理直气壮地把这种操作当作不发放应有奖励的借口，表现出我们已经给的够多，是玩家们太贪心的假象。很抱歉，没有人会放弃2000元的真钞，而去选择2万元的玩具钞。我能够理解经营一个游戏的不容易。比起日服，国际服在进度落后1年的情况下，不仅要付费向日方取得授权，同时还要负担全球地区的营运、人力、活动、广告等大大小小的成本。因此，对于国际服的各种问题，如火箭般的进度、日服都没有的付费神秘商店，在不过度影响游戏体验的情况下，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今天你拿一堆无用的资源去跟玩家说，看看我们给你的大量资源，不要这么贪心好吗？种种操作无处不在与玩家进行对立。游戏方与玩家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的信任关系。今天他透过这种取巧的手法来去取消玩家应得的奖励，而玩家没有反应，明天他就可以把后面更珍贵的奖励删除。因此我要在这边郑重呼吁，请玩家们好好思考，咒术回战幻影夜行国际版真的值得你花费金钱投入吗？好的运营我们大力支持，与玩家对立的运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玩家永远才是游戏的主体。针对这次的情况，我已经向官方提出我的看法，并要求官方给予玩家应有的福利。如果你对这个游戏还有感情，还请你采取行动。即使你不方便对官方提出你的想法，也请你分享这部影片给你还在游玩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咒术回战》这个 IP、对《幻影夜行》这个游戏的热情正在被有心人士所消费。最后的最后，也要郑重强调，这部影片的目的绝对不是要你对所有相关人士进行批判，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只是生活所迫，奉命行事。上方做出不当操作引发怨声时，明明不是他们的意思，却需要站在最前方抵挡炮火。这些人不应该被批判，反而值得受到尊重。另外，在对官方的不当作为进行讨论时，还请注意不要使用任何过激言论。一旦使用了过激的言论，不但焦点会被模糊，甚至可能失去谈判的筹码，还请特别注意。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以上内容有任何偏误，还请不吝指正补充，也欢迎留下你的看法，一同讨论。言尽于此，希望玩家的权益都能受到重视。